就在2023年至2024年，随着 OpenAI、Meta、Anthropic 的崛起，全球大语言模型竞争正式进入了白热化。可以说在这样局面下，谷歌一度被认为是最不被看好的，不仅其核心搜索业务面临着严重的冲击，包括我还记得 Bard 刚刚发布的时候，就因为回答关于太空探索问题时给出了错误的信息，遭到了全网猛烈抨击，一度导致谷歌市值蒸发了1000亿美元。就连谷歌前 CEO 斯密特在斯坦福的一场演讲中也毫不避讳地抨击谷歌员工不干活，认为谷歌当时正在输掉与 OpenAI、Anthropic 的这场世纪 AI 大战。根据 Manor Ventures 的报道，在2023年，谷歌 Gemini 的市场份额仅为 7%， 严重落后于同期的 ChatGPT 的 50%以及 Cloud 的 12%。 尽管在2024年年初Gemini 的市场份额提升至了 12%， 但仍然大幅落后于 OpenAI 与 Anthropic， 甚至是 Meta。 不仅如此在这场危机与折戟中，投资者和开发者们也并不看好谷歌在 AI 领域的前景与竞争力。然而事情的转折点却发生在今年，谷歌在近半年间在开源与闭源大模型上开始双双出击。在闭源生态上，在今年3月份，随着 Gemini 2.5 Pro 的发布，凭借其32万亿个 token 的训练数据和多模态能力，不仅在数学证明、代码生成、视频解析等高复杂度任务中全面领先竞争对手，并且在推理领域Gemini Flash 更是以每100万 token 0.4美元的超低价格开始成为了中小企业和开发者们的首选。而在开源模型上同样如此比如说我自己在本地电脑上就是用的谷歌 Gemma 开源模型，我对比测试过 Llama 和 Queen， 包括 Gemma 3 27B， 在处理大型代码库上或者技术文档上， Gemma 3 27B 目前是最优秀的，包括 Gemma 3N 我也在用，2GB 内存就能跑起来，非常的实用。最新的数据显示 Gemini 系列的市占率也正在快速的激增，在2025年第二季度以 43% 的 API 市场份额已经成功超越了 OpenAI 与 Anthropic， 完成了一场惊天的逆袭。那么现在回头看来，是什么让谷歌实现华丽的转身的呢？不得不说其中 Gemini 2.5 与 TPU 的结合已经成为了谷歌在 AI 领域一个相当重要的支点，成为了训练与推理领域实现规模化部署和成本上竞争优势的一个核心竞争力，甚至大有刺穿英伟达护城河的一个趋势那么什么是 TPU？ 谷歌又是如何利用 TPU 芯片完成这场逆袭的呢？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非常有趣的话题。首先，什么是 TPU？TPU 芯片又名张量处理单元，是谷歌为神经网络机器学习专门开发的 ASIC 专用芯片，其核心原理与设计理念主要是围绕高效矩阵运算而展开的。与传统处理器不同TPU 采用的是脉动阵列架构，内部集成了数千个乘法累加器，这些计算单元直接连接，形成了物理矩阵，可以在单个时钟周期内完成数十万次的加乘运算。在特定工作负载下，效率和速度远远超过传统的 CPU 和 GPU。TPU 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也是我们之前节目介绍过的 Grok 的创始人 Jonathan Rose 就曾经提到过，在早期谷歌内部其实有3个团队在同时开发不同的 AI 加速器，而大概是在2015年 TPU 才最终被选为了谷歌主要的技术路线。其最初的理念是要降低谷歌自有数据中心的成本和能耗，相当于为当时谷歌旗下的包括谷歌翻译、AlphaGo、Photos 等这些 AI 任务打造一条专用的高速公路。简单来说， TPU 的特点与技术优势在早期主要体现在其专用性和能效比。相比于 CPU 和 GPU，TPU 将硬件资源高度聚焦于机器学习任务，通过高带宽内存和定制化编译器，包括优化数据流动等等，大幅度降低了冗余计算，使其在较低的功耗下实现远超 CPU 和 GPU 的训练和推理能力。不过事实上呢，谷歌在 TPU 上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甚至在与通用 GPU 的竞争中早期一度遥遥落后比如说第一代的 TPU 采用了28纳米制程，单芯片性能仅为23 TFLOPS， 提供了34GB 每秒的带宽。一开始谷歌设计 TPU 仅能执行推理任务，并不具备集成化的能力。时间来到了2017年5月份，谷歌才推出了第二代的 TPU， 最终开始引入了 TPU Pod 的概念，也就是一个由相互连接的 TPU 的芯片集群，开始重视在模型训练的技术能力。但是呢，由于带宽限制最大仅能支持256个芯片的 Pod， 无法满足超大模型的训练需求而相比之下呢，同期英伟达的 V100 和 A100 芯片不仅支持更大规模的集群部署，并且依靠具有先发优势的 CUDA 平台，为开发者们提供了成熟的编程环境以及全面的工具集，并且支持 TensorFlow、PyTorch、CAF 等多种框架。虽然后续谷歌在 TPU V3、V4 上引入了液冷技术以及扭曲环面拓扑等等使得单个 Pod 可以容纳多达4000多个的芯片，但是呢 TPU 依然依赖 XLA 编译器和 JAX 框架，不仅 TPU 软件堆栈复杂，生态封闭，令人抓狂更要命的是 TPU 在 PyTorch 下的调试性能还远不如 JAX。 对比之下呢 CUDA 的开发体验更加直观完善。说实话，开发者其实也不愿意学习新的编程模型，这也进一步限制了 TPU 在非谷歌生态下中的开发和推广。毫无疑问，这一时期的英伟达可谓是所向披靡凭借 CUDA 的成熟生态，随着 ChatGPT 4o Cloud 3.5 的推出，不仅在更大规模的 Transformer 模型上的优势更加的明显，英伟达 GPU 也几乎成为了目前全球所有主要科技公司事实上的行业标准。那么是从此沉沦还是绝地反击呢？ TPU 的逆袭转折点我觉得是在谷歌2023年发布的第5代 TPU， 特别是 V5P 这个版本此时谷歌开始发力光互联技术，使得每个 Pod 扩展到了9000颗，并且加入了 HBM3， 带宽达到了 4.8 TB 每秒，而芯片间互联带宽进一步提升至了4800 Gbps， 总性能达到了恐怖的460 petaflops。 而 Gemini 2.5 模型也首批开始在 V5P 上进行训练。虽然谷歌没有透露但据了解，在 V5P 上训练成本据传比英伟达 H100 集群要低 50% 以上。而 Gemini 2.5 模型取得的成功却是令人震惊的，特别是 Gemini 2.5 Pro 版本，不仅在 Element Arena 的竞技场中以1470分的成绩跃升榜首，同时在编程、数学的领域最终完成了对 OpenAI 和 Cloud 的全面压制与反击。与此同时呢，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包括苹果也透露其最新的 Apple Intelligence 也开始尝试使用谷歌 TPU 来进行开发，并非传统的 GPU， 甚至 OpenAI 和 Meta 也开始租用谷歌 TPU 来进行推理以降低对英伟达的技术依赖。毫无疑问，就像在上个月谷歌 I/O 大会上，谷歌 CEO 皮查伊谈到的，谷歌正在构建下一代 AI 的智能基础设施，它会贯彻到安卓、Chrome 以及其他的谷歌产品，要形成芯片、模型、应用的全链路闭环，要重塑 AI 时代的底层规则。可以看出，谷歌目前正在下一盘大棋是的，我们可以看出，谷歌从早期的大语言模型领域竞争中的所谓掉队者，到如今 Gemini 系列的全面爆发，已经成为了全链路的规则制定者。我们了解完谷歌 TPU 的发展之路，能给我们大家带来哪些启示呢？我这里和大家分享3点我个人的看法。首先第一点，开发者很重要，开发者很重要，开发者很重要重要的事情说3遍。谷歌 TPU 之所以能够逆袭，其本质上是 TPU 加 TensorFlow JAX 这条技术路线的成功。我们可以看到，在 JAX XLA 开发之初谷歌就将 TPU 的支持对于 TPU 的支持作为最高的优先级的任务来推动的，并且让开发者深入参与到整个进程之中，通过虚心听取开发者的反馈，慢慢优化 TPU 的兼容性，逐步降低整个开发的门槛。有数据统计
2025年如今呢，Gemini 系列的开发者社区的市场占有率从 5% 已经飙升至了目前的 50% 以上，已然成为了全球目前最活跃的大模型生态了。这也充分印证了技术本身固然很重要，但是尊重开发者、了解开发者、倾听开发者、连接开发者也同样至关重要。生态与开发者之间其实是相互成就、相互赋能的过程。你的社区越活跃，开发者的参与度也就越高，又从而反向能够推动整个硬件的不断迭代和优化。所以第一点启示如何连接开发者，如何赋能开发者，对于我们国产硬件的开发和部署也同样相当重要，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课题然后第二点启示，从谷歌 TPU 的逆袭之路可以看出， Gemini 的发展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也走过不少弯路和暗坑。对比 CUDA 曾经同样也是小喽啰，然而可以看到谷歌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去自研、去投机取巧，而是坚定地选择了一条更加艰难但更具价值的道路，也就是坚持原生 AI 开发，反复的试错，不断的优化，通过持续完善软件堆栈的工具，不断优化数据通道的一个效率，尝试创新新的技术和架构，才有了第5个版本的局部突破。应该这么说这些都是长期主义的结果。未来 AI 领域的竞争本质上其实是技术纵深、生态韧性和战略定力的一个综合竞争，一定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短跑。千万不能投机取巧不能为了 KPI 而 KPI， 要坚持长期主义，才能真正做到遥遥领先。最后第3点启示，结合谷歌 TPU 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软硬生态一体化在目前 AI 领域仍然适用。软硬件生态就像人的2条双脚一样，它不能独行，需要同步前进，才最终能够奔跑。是的， TPU 硬件强大固然重要，但是谷歌如果没有软件堆栈的同步成长，是跑不起来的。我们可以看到，谷歌从芯片设计层面，从一开始就考虑到了软件的配合，这才使得 TPU 针对矩阵运算的脉动阵列架构与 JAX XLA 的高度优化与结合，才有了如今训练成本与规模化部署能力的双双突破。最后总结一下，谷歌 TPU 的成功案例所提供的参考价值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多方面的：一、拥抱开发者；二、坚持长期主义；原生 AI；三、软件生态的协同发展。而就 ASIC 的战略而言呢，它也验证了专用硬件加垂直生态的可行性。对于我们的芯片设计与生态构建上，包括如何绕过 CUDA、重新定义新赛道等等这些方向，也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和答案。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希望这期视频对大家了解 TPU、了解目前整个 AI 的发展有一定的帮助，有一定的参考。那么朋友们，我们下期视频再见。